果然下雪天才是滚滚们的快乐源泉。第一次见到雪的喀秋莎有多开心？刚开始小家伙胆怯地站在门口张望，不理解院子为何一夜之间变白了，也不知道飘在空中的雪花是什么东西。直到看见妈妈大摇大摆地走进外场，喀秋莎才终于鼓足勇气跟在丁丁身后。能看出小家伙的熊掌刚踩在雪地上，就喜欢上了这冰冰凉凉的触感。整只熊兴奋的都顾不得去抢妈妈的饭，看着恨不能把雪全裹自己身上的喀秋莎，丁丁满脸宠溺没见过世面的傻孩子。而要说喀秋莎究竟有多喜欢雪，小家伙就连吃饭都要找个风水宝地，边吃笋笋边欣赏这皑白雪，人里人气的模样一整个戳中一心巴。都知道平日里喀秋莎最爱黏着妈妈，丁丁有时候连饭都没办法好好吃，烦得他只想把狗都嫌的熊孩子踹一边去。但自从莫冻下了这场及时雪，小家伙沉迷玩雪无法自拔，丁丁女士终于能清清静静的用它了。就算喀秋莎突然调皮抢走竹笋，丁丁也追得不慌不忙，然后直接从滑倒的小乌拉嘴里拿回了笋。果然姜还是老的辣，知道跑得快容易摔。平日里喀秋莎鲜少宠幸滑梯，但当上面铺了一层雪后，滑梯便彻底成了乌拉大王的心头疼。有事没事就要过去打呲溜滑，要是再来2位饲养员给他拉雪橇，乌拉大王绝对能成为熊猫界最靓的仔。饲养员看出喀秋莎非常喜欢雪，于是给小家伙堆了个简易版小雪人。本以为喀秋莎走的淑女熊社肯定不会像老爹如意那样辣手摧花，没曾想他的手段简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一个飞扑直接让小雪人掉了脑袋。果然任何小熊在雪面前都得原形毕露。虽然饲养员的心意被拍得稀碎，但看着小糯米团子抱着雪球扭啊扭的背影，还是会觉得只要熊孩子开心就好。毕竟谁能这样一只可爱的熊猫宝宝呢？或许是觉得把雪团起来更好玩，喀秋莎小心翼翼地用熊掌做了个雪球，甚至知道没被踩过的地方雪更多更干净。只可惜就在雪球出具雏形的时候，小家伙一手抖直接掉进了沟里。喀秋莎天都塌了，慌忙伸手去捞，结果非但没拿出来，自己还差点被卡住。气得小家伙一跺脚就去找饲养员撒气了。毕竟要怪只能怪大鹅把他照顾得太好，明明出生叫完体重却遥遥领先。而如此软萌的小可爱，你爱了吗？熊猫究竟什么时候偷偷掌握了人类语言？当奶妈引导萌二去滑梯上找笋笋时，听懂的小家伙毫不犹豫地转身，走到一半还回头看看奶妈是这里吗？听到游客想看人叫板掰竹子，萌二扭头仔细挑了根比较好掰的，下一秒直接满足粉丝一亿的愿望，主打有求必应，不能让游客白来。当飞云一屁股坐在竹子上面后，奶妈担心个屁股就让他往后面扒了，小家伙就真的起来把竹子弄开了，还听奶妈的话往前坐了坐。果然大熊猫真的能听懂人类语言。这天熊猫汪家盯上了仔仔手里的竹笋，即便小家伙警惕地护在怀里，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还是被抢走了。看到仔仔有些emo，游客不由得吐槽：他好会呀！没曾想听懂的汪家直接愣在原地，手里的笋笋瞬间不香了，委屈巴巴的感觉整只熊都要哭出来了。别看金虎呆头呆脑，就以为他只会被萌妹暴揍，但其实这小子的脑袋特别好使，奶妈每句话他真的都能听懂。当奶妈问金虎有没有变胖时，这小子直接以沉默逃避，但当奶妈询问他长得帅不帅时，金虎秒回应：我金城虎绝不是浪得虚名。金虎你胖不胖？你们挺胖。金虎你帅不帅？有次花花正在美滋滋吃竹子，突然听到一旁游客吐槽他是个吃货，吃到脖子都看不见了，还在吃，脖子都没变了。听到这句话的花花瞬间觉得手里的竹子都不像了，于是使劲伸长脖子示意游客看好了，熊家是有天鹅颈的。听到游客要给自己拍照时，大熊猫会乖乖抱着花满足对方愿望。是好的噻，别动别动，我给你拍个美噻。哎，就是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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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看镜头。啊，好了好了，太近了。不是说好了建国之后不许成精，怎么国宝们一个赛一个的聪明？当正在炫饭的门门听到有人内涵自己姓朱，小家伙瞬间心态崩了。我前面来就是问我，鼻子短像猪一样。有人。只能说不要轻易在国宝面前说坏话，因为小家伙们真的能听懂。当绩效宝宝听到美奶妈吐槽自己，忍不了一点的他直接被气出猪叫。哎，圆圆是不是有点会哦？对，圆圆有点会，但是没会那么凶。你咋子你？没碰你哈。能卖萌，能听懂人话，还能替国家正航母，如此软萌可爱的国宝大熊猫，谁看了能不喜欢？家族的熊简直是要成精的节奏，3个女人一台戏在这里具象化了。
起因是这天辉宝抢了妈妈的早餐，艾女士看到后毫不客气地给了他一套组合拳，就差直接把食物从熊孩子嘴里抠出来。光君啥也没吃到，又挨了一顿胖揍，心情正郁闷着，扭头又看见妈妈和姐姐玩得不亦乐乎，这下光君大王彻底哄不好了。随后辉宝果断拒绝和妈妈一起出外场，一只熊孤零零趴在大宝座上面，像极了当初被爱宝胖揍后委屈伤心的福宝。不得不说，血脉传承真是种神奇的力量。而辉宝直到晚上下班后还在生闷气，拒绝和妈妈一起回内舍，毕竟堂堂光君大王可不是那么好哄的。也不知爱宝最后是亮出铁血手段，还是给光君喂奶的怀柔措施。总之第二天母女两熊又开始相亲相爱了。辉宝更是恨不能直接挂在妈妈身上。本以为宝家族大型连续剧之回家的诱惑圆满收工，没曾想一向乖顺的瑞宝却拍起了续集。原来爱宝带光君回家时，瑞宝还在呼呼大睡，艾女士没喊醒他，就带着妹妹先回去。瑞宝一觉醒来，发现场地内只剩下自己，小家伙顿时感觉天都塌了，我生气了。虽然光君大王的倔脾气大家都有目共睹，但事实证明老实熊倔起来更要命。就算将送两位爷爷轮番拿着食物给他，闹脾气的瑞宝依旧主打理你一下午是吧，愣是从早上一直带到晚上天黑，给跑来跑去找道具的老宋都快累吐了，内心 OS 毁灭吧这一天天的。别看那场鸡飞狗跳，外场却是温馨无比。艾女士为了哄辉宝，把他昨天没吃的奶补上，光君大王也毫不客气，5个纽扣全吃了，一个都没给姐姐留。不过要是爱宝得知瑞宝也哄不好了，估计会再次崩溃，赶紧把俩熊孩子送回国。不得不说，爱宝乐园是真热闹，3个女人凑一块，永远有看不完的戏。以前都是辉宝好奇妈妈的屎尿屁，现在又轮到了瑞宝。网友辣评：一想到一会2个爷爷和婴儿抱着瑞宝一顿亲，我就想笑。而且辉宝真的很在意自己的小短腿，也知道自己的腿长是怎么来的。每次爬树爬到一半不小心掉下来，他都会跑到爱宝面前撒泼打滚，哭闹不止。烦的艾女士看到他摔跤就赶紧跑路，生怕到最后得贡献自己的纽扣才能哄好了。而如此有趣的宝家族，你爱了吗？到大良奶爸温柔守护萌萌母子，才明白饲养员和熊猫的感情有多深。曾经的大良奶爸带着萌萌玩秋千，小家伙一个飞扑就要投入对方怀里，过于沉重的爱吓得奶爸落荒而逃。如今又是熟悉的秋千和熟悉的场地，荣升外公的大良带着萌萌的孩子来玩了。小家伙和妈妈一样可爱，一样调皮好动，任何举动都让大良控制不住嘴角的笑意。不得不感叹，时间真是个神奇的存在。他不仅没有让大良奶爸对萌萌的爱减少，反而在媚珠身上得到传承和延续。作为全球仅存的熊猫3胞胎之一，萌萌从小就被奶爸奶妈当亲闺女养。收猫时，小家伙听到饲养员的呼喊，就会屁颠屁颠跑回去。如果说别的熊猫活成了地主家孩子，那菊萌萌则是实打实的被宠成了公主。和弟弟们过生日时牌面更是奢华，即便萌萌刚好坐月子没法出来玩，饲养员们也不忘给二公主准备礼物。而在奶爸奶妈长达10年的陪伴下，萌萌顺利从美少女成长为新手妈妈。但她从小娇生惯养，喜欢耍些小任性，不想带娃时表现得比宝宝还像宝宝。大良心疼又无奈，只好哄着求着闺女带娃。一人一熊沟通也没有任何障碍，但如果没有共同话题，社交就会变成一种负担。其实真正灵魂共鸣的社交是有趣的，生活中现在很难遇见。想找到很多有趣的灵魂一起玩，上搜打开奇遇铃，铃铛一响，奇遇登场，有趣的灵魂就会找到你和兴趣3观一致的人相遇，才有聊不完的话题，才能懂彼此的有趣。想遇见有趣的灵魂就上搜吧。每当菊萌萌奶娃奶到生无可恋时，大良奶爸就会趁空闲时间给闺女按摩。萌萌带娃累了没好气的骂骂咧咧，奶爸就摸着闺女的手耐心哄她。或许正是感受到足够被爱，当大良奶爸进入产房近身接触萌萌时，怀里抱着幼崽的他非但没有驱赶对方，还像个宝宝似的满心依赖着大良。真心换真心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，正所谓喜欢谁就会喜欢他身边的一切。大良也给予了媚珠同样的呵护和爱，他会忍不住记录小孙女的一举一动，被同事当场抓包的表情别提有多尴尬了。都知道媚珠富有冒险精神，喜欢越狱，曾经踩着妈妈排脚凳跑到走廊里面溜达，撞翻东西的声音还把菊萌萌吓一激灵。出于安全考虑，饲养员便把窗口关上，但架不住大良外公宠娃无底线的心，离开时假装不经意地打开了小卖部窗口，生怕孩子爬不出来，还躲在门缝里偷看。等媚珠在走廊里玩差不多了再抱她回去。就是说这跟照顾自家小辈有何区别？甚至有时对媚珠的爱都超过了萌萌。看到自家闺女一屁股坐在媚珠身上，大良奶爸肉眼可见的惊慌失色，赶紧推了一把萌萌，示意她挪开熊弟，随后不忘摸摸媚珠脑袋安抚她。感觉此刻萌萌应该彻底明白了啥叫隔代亲，相信在长隆奶爸奶妈的守护和宠爱下，媚珠未来熊生也会如妈妈一样无忧无虑。